这是我第60次主持股东大会。这场盛会的规模堪称历史之最，吸引了来自全球的股东和投资者，人数创下新高。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次人数空前的聚会，也是内容最为丰富、最具启发性的一次。我是沃伦·巴菲特，一个在奥马哈这座宁静的中部城市出生、成长，并将毕生心血奉献于此的人。奥马哈不仅是我生命的起点，也是我事业的根基，承载了我对投资和生活的全部思考。贸易的复杂性，合作而非对抗。贸易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有时却被某些国家视为一种隐形的战争工具。我深信，这种将贸易武器化的做法往往会引发不良后果，例如国家间的敌对态度、信任危机，甚至是经济对抗的恶性循环。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一员，美国应当以开放的心态，与世界各国展开公平、互利的贸易合作。我们需要专注于发挥自身的核心优势，无论是技术创新、制造业还是金融服务。与此同时，我们也应鼓励其他国家挖掘并发展他们的强项，例如资源出口、精密制造或文化创意产业。通过这种相互尊重、优势互补的合作模式，全球经济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与稳定。历史视角，从烟草到全球贸易。我并不认为这种基于合作共赢的贸易理念与我们早期的经济实践完全一致。回顾250年前，美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殖民地，我们的经济支柱是烟草和棉花的生产。通过将这些商品出口到欧洲和其他地区，我们与世界建立了初步的贸易纽带，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如今，时代早已变迁，我们的目标不再是单一的商品出口，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繁荣、包容的全球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国都能通过贸易获得发展机会，而不是陷入零和博弈的恶性竞争。我坚信，一个繁荣的世界不仅对其他国家有益，也将为美国带来更大的机遇和安全。核武器的阴影，全球稳定的挑战。当前，全球有8个国家拥有核武器，这一现实令人警醒。其中一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并不稳定，这无疑增加了全球安全的不确定性。我认为，构建一个让少数国家自鸣得意、宣称我们胜出的世界格局，绝非明智之举。这样的体系只会激发其他国家的嫉妒、不满甚至敌意，最终可能导致冲突的升级，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作为一个在冷战阴影下成长的人，我深知核武器的破坏力以及大国博弈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平衡、包容的国际秩序，让各国都能感受到公平与尊重。贸易不应成为武器。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点是，贸易绝不应该被用作一种武器。美国在过去2个多世纪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殖民地崛起为全球经济、文化和科技的领导者。这种成功在25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忽视其他国家的感受和需求。如果75亿人对美国心怀不满，而仅3亿美国人以某种傲慢的方式夸耀自己的成就，这种姿态不仅不明智，还可能为未来的冲突埋下隐患。全球繁荣与美国的安全。我坚信，世界的繁荣不会以牺牲美国为代价，反而会让我们更加富裕和安全。一个经济繁荣、和平稳定的世界，将为美国带来更多的贸易伙伴、更广阔的市场以及更可靠的盟友。更重要的是，这将为我们的下一代、你们的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充满希望的未来。作为一名投资者，我始终相信，长期的成功源于合作与共赢，而不是短视的对抗和掠夺。投资决策，果断与谨慎并存。最近，我们曾计划投资100亿美元于一个项目。
但最终的实际投入高达1000亿美元。这样的决策听起来可能令人啧舌，但对我们来说，做出这些选择并不复杂。当机会出现时，只要条件合适，我们对项目有深入了解，且估值合理，我们就不会畏惧冒险。当然，投资并非一帆风顺。我们常常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事情的进展并非总是有条不紊。投资不像流水线上的产品制造，每天都有固定的节奏和产出。它更像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需要耐心、洞察力和果断的行动。投资的本质，机会与耐心。投资不像销售日常消费品那样，可以每天都有稳定的交易记录。我从事投资事业已有80年，每年大约有200个交易日，累计约 1.6 万个交易日。如果每天都能发现4个优质的投资机会，那无疑是理想的状态。但现实并非如此，投资机会的出现往往随机且不可预测。如果我试图通过操纵数据或追求短期收益来制造机会，就像某些数字游戏那样，每天都期待 40% 的回报，那无异于自欺欺人。成交率，投资的核心挑战。在投资中，真正的挑战在于成交率，找到并抓住真正优质的机会。但我们从事的并不是那种靠频繁交易获利的生意。伯克希尔的投资哲学是高度机会主义的，我们更像是在茫茫大海中寻找珍珠的潜水员。机会的出现往往毫无规律可言。我的老搭档查理·芒格常常批评我做得太多。他认为，如果我们一生只专注5件最重要的事情，结果会远比分散精力去做50件事更好。专注与分散的平衡。坦白说，我们从未做到足够专注。如果我们现在持有3350亿美元的国债，我宁愿只持有500亿美元，并将剩余的资金投入到我们真正看好的领域和项目中。但投资的现实并非如此简单，市场不会按照我们的意愿提供理想的机会。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赚到了可观的财富，并始终希望在任何时候都能找到充分投资的机会。我并不认为这种追求有什么不妥，因为它反映了我们对未来的信心和对价值的执着。被动投资的智慧。对于那些选择被动投资的普通投资者来说，简单的投资策略往往是最佳选择。无论是通过指数基金参与市场，还是持有优质企业的股票，普通股民都能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我们之所以将投资视为一项严肃的事业，是因为我们相信，通过深入研究和独特策略，我们可以比市场平均水平略胜一筹。这种非同寻常的行事方式，正是伯克希尔区别于其他投资机构的核心。强制投资的陷阱。然而，如果有人要求我必须精准地分配每一笔资金，例如每年投资400亿美元，从现有的3350亿美元资产开始，逐步达到每年500亿美元的投资目标，那将是一件极其愚蠢的事情。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以这种强制性的方式进行投资，不仅会让我们错失真正的机会，还会迫使我们将资金投入到次优甚至低质的项目中。真正的投资机会是稀缺的，它们往往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出现，需要耐心等待和果断行动。市场的不可预测性。没有人能准确预测市场的长期趋势，无论是上升还是下降。
我不知道未来的市场走向，我的同事格雷格也不知道。事实上，没有人能预知明天、下周或下个月的市场表现。尽管如此，许多人却花费大量时间讨论市场走势，在电视节目、社交媒体和投资论坛上滔滔不绝。这些讨论看似热闹，实则毫无价值，因为他们无法为投资者提供任何可靠的指引。寻宝的乐趣，发现隐藏的机会。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将时间花在翻阅那些鲜为人知的资料上，例如一本厚重的日本公司年报，或者一份被市场忽视的财务报表。这种过程就像一场寻宝游戏，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页会揭示怎样的惊喜。偶尔你会发现一颗隐藏的宝石，一个被低估的公司或一个独特的机会。这样的发现虽然稀少，但它们总会再次出现。机会的随机性，我无法预测这些机会何时到来，可能是下周，也可能是5年后，但我可以肯定，它们不会在50年后才出现。投资机会就像地下的宝藏，它们无处不在，但需要敏锐的眼光和耐心去挖掘。如果明天就出现一个绝佳的机会，那无疑会让投资变得更加有趣。但现实是，明天发生这种事的概率极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时间的累积效应。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优质投资机会出现的概率会逐渐增加。这有点像生命的自然规律。如果你只有10岁，第二天去世的概率微乎其微，尤其是对男性来说。有趣的是，统计数据显示，女性通常比男性更长寿。我曾开玩笑地建议查理·芒格去做变性手术，看看能否打破这个规律，活得更久一些。作为男性，他已经活得足够精彩，在投资和人生中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房地产与股票不同的游戏。谈到房地产投资，情况与股票市场截然不同，交易的复杂性要高得多。房地产交易往往涉及长时间的谈判、复杂的产权结构，以及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当房地产市场陷入困境时，你需要面对的不仅是股权持有人，还可能包括银行、债权人和其他相关方。房地产的低价机会。在某些情况下，大量房地产资产会以极低的价格抛售，这为投资者提供了潜在的机会。然而，与股票相比，房地产的交易成本更高，流动性更差。相比之下，股票市场的交易更加简便高效，往往只需几秒钟就能完成一笔交易。查理·芒格对房地产投资情有独钟，他喜欢这种交易带来的挑战和复杂性。查理的房地产情节。在查理生命的最后5年，他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房地产投资。对他来说，这就像一场充满乐趣的智力游戏。然而，如果让他在21岁时做出选择，是终生专注于股票投资，还是专注于房地产，我相信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股票。原因很简单，在美国的金融市场中，证券投资的机会远超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的优势。在房地产交易中，你通常需要与单一业主或家族打交道，他们可能持有某处物业长达数十年，甚至背负了过高的抵押贷款。此外，人口趋势、经济周期等外部因素可能让这些物业的未来价值充满不确定性。对业主来说，出售物业是一个重大决定，往往伴随着情感和心理的复杂考量。股票交易的效率。相比之下，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这样的市场中，你可以匿名完成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交易，整个过程只需5分钟，交易即可完成。股票市场的流动性、高效性和透明度，让它成为投资者的天堂。对于像我这样94岁的人来说，我实在不愿参与那些可能耗时数年的复杂交易。效率的虫，能够在1天内完成数亿美元的交易，这种效率让我感到被宠坏了。但我喜欢这种状态，并希望伯克希尔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灵活高效的投资方式。正是这种效率，让我们在市场中游刃有余，抓住了无数稍纵即逝的机会。日本的5大商社长期持有的承诺。在日本，我们发现了5家独特的贸易公司，它们被称为5大商社，在当地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公司的股价低得不可思议，远低于它们的内在价值。我花了大约1年的时间，逐步收购这些公司的股票，并对日本的市场环境和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日本投资的吸引力，我和我的同事格雷格·阿贝尔对这些公司的每一点观察，都让我们更加看好他们的未来。目前，我们的持股比例已接近10%的上限，但我们向这些公司承诺，未经他们的许可，我们绝不会突破这一限制。我们已经与这些公司进行了坦诚的沟通，询问是否可以放宽这一持股限制。目前这一进程正在顺利推进。50年的承诺。展望未来，我们没有任何出售这些日本公司股票的计划。无论是在未来50年还是更长的时间，日本企业的经营记录令人印象深刻。无论是管理效率、战略眼光还是市场表现，都堪称全球标杆。例如，蒂姆·库克曾告诉我， iPhone 在日本的销量与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一样强劲。美国运通也表示，他们的产品在日本市场表现卓越。尊重与信任，这5家日本公司对我们极为友好，我们没有任何意图去干预或改变他们的运营模式。这些公司已经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们的角色是支持者而非控制者。我们对这些投资的信心，源于对他们长期价值的坚定信念，以及对日本经济和文化的尊重。查理的智慧少即是多。查理·芒格常常告诫我，在投资中遇到问题反而是好事，因为它迫使我们停下来思考。我从未完全理解他的这句话，但在日本的投资经历让我有所感悟。与我们惯常的投资策略不同，我们在日本的头寸是真正的长期持有。我们愿意将资金锁定50年甚至100年。融资的创新。更重要的是，日本市场的融资成本极低，这为我们的投资提供了额外的优势。我们尝试以日元融资来支持这些投资，这在伯克希尔的历史上是首次尝试。尽管我们持有大量外币证券，但这些投资不会对我们的季度或年度财报产生显著影响。财报的无关紧要，我们从不以财报数字为导向做出投资决策。在伯克希尔的董事会会议上，或者在我与查理的无数次交谈中，我从未说过，如果我们这样做，年度收益会如何。我们的关注点始终是企业的长期价值，5年、10年甚至20年后的结果，而非短期的会计数字。数字游戏的陷阱。如果一味追求财报上的漂亮数字，投资者很容易陷入操纵数据的诱惑。根据我观察数十家公司的经验，许多管理层会在压力下修饰财务报表，
有时甚至不惜造假。我见过一些在其他方面值得信任的人，却认为玩弄数字是无伤大雅的。但在伯克希尔，我们从不考虑这种做法，因为它违背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货币贬值的隐忧。我们最大的担忧之一是持有任何可能走向贬值的货币。对美元的未来，我始终保持警惕。纵观历史，政府往往倾向于通过增发货币来解决财政问题，这不可避免地导致货币购买力的下降。没有任何制度或机制能完全阻止这种趋势。货币的本质，无论是独裁政权还是代议制政府，民众的压力总会推动货币贬值。我在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中曾简要提到，美国的财政政策让我感到不安。当前的政策设计和政治动机似乎在鼓励那些导致资金流失的行为。全球性的挑战，这种现象不仅限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货币贬值都是一个普遍问题。在某些国家，货币贬值的速度令人震惊，甚至到了失控的地步。尽管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各种理论和解决方案，但只要货币的发行权掌握在政府手中，贬值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的教训，几个世纪前，统治者通过剪裁金银货币来稀释其价值。如今，现代政府通过印钞票或电子货币实现了同样的效果。这并不是说政府官员特别邪恶，而是货币体系的本质决定了这种行为的必然性。作为投资者，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并寻找能够抵御货币贬值的资产。财政风险的博弈，在过去的100天里，我们饶有兴趣地观察全球金融市场的动态，尤其是当各国试图规避财政风险时所采取的措施。这场博弈远未结束，而且可能永远不会真正结束。回顾2战后的大通货膨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国家、同样的问题反复出现。货币价值的脆弱性，货币的价值是一个可怕而又复杂的问题，我们尚未找到一个完美的系统来保护它。在日本的投资中，我们预计将长期持有以日元计价的资产，并通过发行日元债务来优化融资结构。只要我们继续谨慎操作，这些投资的回报将是可观的。市场的起伏常态而非例外。自伯克希尔成立以来，我们的股价曾3次在短时间内下跌超过 50%。 尽管这些波动看似剧烈，但公司的基本面从未出现根本性问题。市场的大起大落并非异常，而是投资世界中的常态。历史的回响，1929年的大萧条时期，道琼斯指数从381点暴跌至42点，幅度之大令人瞠目。但即使这样的崩溃，也并非世界末日。作为一名经历了数十年市场波动的投资者，我早已习惯了这种起伏。交易日的积累，我每年有大约250个交易日，如今我已经经历了约 1.7 万到 1.8 万个交易日。每个交易日都有其独特的故事，有时充满机会，有时平静无波。我出生时，道琼斯指数仅为240点。1930年8月30日，我第一次购买股票，随后市场从240点跌至41点。波动的心态，对当时的投资者来说，这种下跌无疑是灾难性的。但如果市场上涨 15%， 而非下跌 15%， 人们会以完全不同的心态接受它。如果股价的短期波动对你至关重要，
那么你可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投资理念。适应而非对抗。世界不会因为你的期望而改变。作为投资者，你必须学会适应市场的现实。在未来的20年中，你可能会见证市场经历前所未有的剧烈波动，就像过去那些被描述为史无前例的时刻一样。这些波动是市场的本质，是经济周期和人性情绪的必然反应。投资的心态，如果你有合适的性格和心态，股票市场是一个绝佳的舞台，让你专注于长期价值的创造。但如果市场下跌让你恐惧，上涨让你过度兴奋，那么股票投资可能并不适合你。我并非批评这种情绪，因为人性本就充满波动。蒂姆·库克的贡献，说来有些惭愧，蒂姆·库克为伯克希尔创造的财富，可能超过了我本人的贡献。我必须向他致以最高的敬意。我曾有幸短暂认识史蒂夫·乔布斯，他以无与伦比的远见和创造力，将苹果打造成了一家改变世界的公司。苹果的传承，史蒂夫选择蒂姆·库克作为他的继任者，这一决定被证明是无比正确的。尽管史蒂夫英年早逝，但没有他的天才，苹果无法诞生。同样，没有蒂姆的卓越领导，苹果无法成长为今天这个全球科技巨头。作为伯克希尔的股东，我代表全体成员向蒂姆·库克表示衷心的感谢。关注我，我识财之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